嗨，大家好，我现在呢在马林卫上面骑行。现在呢转到了一条我也不知道的路，但我希望呢它是向着 Fraser River 这个方向去的啊。我们到里面去转转，看看啊，在这个 Fraser 河边上有没有绿道可以骑行，以作为我们今天第二段的休闲式的骑行。这边呢经过一条铁道，骑过这条马路叫 North Fraser Way。我的左侧啊，就马路对面呢，是叫一个什么 Business Park， 就有很多的低矮的房子，就可以做办公室、做厂房什么之类的。就这也是这边的一种主要的形式，就有点像我们中国说的创业园，大概就是这种意思吧。我相信呢，这里就快接近流格赛河畔了。我今天骑了大半天，我才知道我今天忘了背包了啊，我的水啊也没有带，好吧。现在呢，我骑向河畔的小路啊，铺满着枯叶的一条小路。但来到这边呢，我就发现我是过不去的。你看，这个水都漫到了这个小路上来了，看来不能走这条路。
你看这个马路对面非常整齐划一的起了一栋栋的这种低矮的商业用途的房子，应该是供出租的吧。这是一个公司呢，在这边开展他们的业务，这个环境非常的优美啊。虽然呢这边人很少啊，老实讲这些河边利用率也不是很高，但是政府呢还是花了巨资，就把这些河畔的路修得非常的好，而且边上你看有很多休息的椅子啊等等。对面呢其实就是河畔了，这个七星道和那边的步行道之间还有个小湖，好多的鸭子在这边呢。看看我要怎么能够进到那条路上面去啊，到河畔去走一走，应该感觉更好一些。好，那我就走个回头路吧。老奶奶遛着3只狗。我发现这边呢，很多人呢都喜欢养狗，当然家里可能还养猫和其他宠物啊，但是遛出来的肯定都是狗。就有时候会觉得他们跟动物之间形成了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但是呢，我看到很多的老年人在外面啊，伴随着一条狗或者2、3条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吧。因为这边的老人家呢很少跟子女合住啊，所以都是独居的多。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们需要陪伴。那我相信狗呢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啊，你只要对它好，每天来遛遛它，喂它吃，它就忠诚于你，给你很多慰藉，给你陪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到了这边呢，就已经是到了一条河滨了。这边还是很美的。记得有一次亲戚带我到这个附近来走过一段路啊，但应该走路不会走很远，所以我今天呢也知道这块地方，特地到这边来好好的骑行一下啊。就你在这座城市啊，不管去到哪里啊，都是美景天成，这感觉还是很舒服的。但是我发现我这边又过不去了。你看这个水漫金山了啊，
这个水都已经漫到这个外面来了。哇，这是为啥呢？是河水泛滥了吗？是汛期吗？前方一架飞机啊，可能应该去机场的下降的一个姿态。对面呢，应该就是刚刚到这个河边啊，稍微站了一会儿呢，第一块电池告罄了。今天呢，我只带了一张内存卡，因为我的包包啊，今天忘在家里没有带出来。但这边呢，我看怎么能够趟过这段水呢？冒下险吧。趟过了这一段涉水路啊，看看前面能不能走得通呢？哇，你看这个水啊，真的从河里都漫到了岸上啊！我倒觉得这个光景啊，也是少见啊，更清水的地方。你看，这个水就到我的车轮附近了。后面也是啊，哇，这边的乌鸦很厉害，你看。好，我们继续骑行。这边呢稍微高一点的去处啊，前方呢就是上次我亲戚带着我来这边散步停车的地方了。这边应该也是飞机的航道啊，听到天上有飞机轰鸣声。你看这边有一个 Burnaby 的城市的标记啊，写着 Canada 150年，应该是纪念150年的一个纪念物吧，像两只笔一样的戳在这里。就这边呢，路边有很多的这种石凳啊，当然也有很多是木凳啊。就大家到了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就会一家人到这边来烧烤。你可以看到前面啊，一排排的这样的凳子、桌子啊，边上有洗手间。就在这个Riverside呢，就普通老百姓可以带着家人到这边啊，不仅仅是遛狗遛娃，还可以和家里人呢一起烧烤，和朋友们一起聚会等等。就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环境啊。我还看到边上有些健身的器材啊，
可以给大家来利用。我不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啊，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到我的住所去，但是有路呢就骑一段再说。总之呢，今天感觉啊，这个弗雷泽河啊，好像是一个汛期，就是河水啊非常充盈啊，这个水都快漫到河岸上来了。原本呢，这条道呢应该是步行道，我知道骑行道应该是在左侧外面那条更宽一点的，但是没有人，而且这边更清水啊。那我的理解是借用一下也无妨。Sorry for that。突然发现了这边有一座桥啊，这是一座什么桥呢？一座很古怪的桥。你看啊，这个桥好像是可以敞开也可以扳直的啊。敞开了就可以让大一点的船过去，是不是？完全是一座木桥，中间敞开的状态啊。这不知道是一直这么敞开着呢，那就成了一座断桥了啊。好，我呢继续顺着这个河畔向前骑行。
这条路呢，就跟我前2天啊去Richmond那个海边的骑行道有点类似啊，都是一些沙石，只不过呢，它是河畔，那个是海滨。这边呢就可以看到啊，你看河里的这些木牌呀，就这个木牌呢，就从上游的那种森林啊开发完以后，就顺流而下，漂流而下，用最经济的一种手段。所以在这条河里呢，到处都是这样的木牌。你看，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些粗大的木头，还第一回啊。就这些木头呢，我不知道什么树啊，但是呢，很粗大，没有100年，也有50、60年了吧。所以加拿大呢，林业的资源啊，非常的丰富。但是呢，我想啊，越砍越少嘛。就是你伐掉太多，如果没有办法补种的话呢，以后也是，这木头就会越来越少了。从这边过去呢，就是 Richmond。就这么一河之隔，夏天我估计游泳都可以过去的这么一个宽度。好，我们继续出发。但是到底能够去向哪里呢？我也不清楚啊。让我稍微的看一下地图吧。而且我突然发现啊，这里其实已经走到了尽头了。刚刚有一位骑手也是到了这边拐弯而去，我都没意识到。好，那我们就往外骑到马路上去。
这完全就是在森林丛中骑行啊。这里呢有一个大房子，还有一个大烟囱，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啊。这感觉呢好像是一个什么工厂呢？哦，这边怎么停那么多车？哦，这个是一个垃圾焚烧厂，但是呢，烧完以后它也能产生热能，产生能量啊，是这么一个工厂。但这边怎么停那么多车？这些人都是在这边上班的吗？感觉应该是一片新的园区了。我看到啊，前方呢就是我昨天也去过的那个叫 Southgate City， 那种正在起的，应该是这边的最高的住宅楼了。那我就想着，我就从这边向着这个楼方向骑行，应该没有错的。好。
再一次骑过这条铁道，然后呢要开始准备一段上坡道了。就是眼前看到的那个3座高楼啊，其中有一栋还没有完工。我感觉前面的一堆高楼就是 Edmonds 边上的那个社区啊。又来到了马林尾上面了。
骑着骑着呢，我就骑到这个桥上来了啊。我现在定的方向呢是 New Westminster， 走到20街呢，我就走走，我不知道走的对还是不对啊。看来呢，左拐到20街是不行的啊，还得继续往前走一段。好，现在呢，来到了一条过马路的天桥。
下面的就是马林维尔一条大马路，这个是 SkyTrain 的轨道通过来。正好有 SkyTrain 通过。好，我们继续骑行。从这边过去呢，就可以去到22街的车站啊。我现在在20街上面，这里呢有个长上坡，我推断。
Don't blame anybody.现在呢，我已经回到了爱德蒙车站附近了，还有一段路要走。昨天呢，我就在这座步行桥走过，今天呢，我从下面穿行而过。又一次经过 BC 电力公司，
啊，前面就18街了，左侧就是埃德蒙车站。快到家了啊，电池用完了，换上最后一块电池呢，就做一个结尾啊。今天呢，从住所出发，并没有去什么名胜观光点，而是在附近的居民区呢进行了骑行。最远呢，去到了Vancouver地方，就过了Boundary。有一个非常老的社区，那边呢也有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坐落在不同社区的社区中心、社区学校，一个又一个的社区公园和边上的孩子们的游乐天地啊。非常不错的一次骑行。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出行再见。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